在哈尔施塔特村庄停留的时间，最令人好奇的一件事，便是许多建筑的门前墙边都会种植一棵植物。这棵植物可能是大型玫瑰、葡萄或西洋梨等果树，更常见的是有明显直立主干的乔木。常绿与落叶乔木都有人种，树干和树冠在常年的修剪维护之下，都能倚着墙面顺势向上生长。遇见窗户更会左右岔开偏离生长，让老朽的屋房变成一种似有生命、自然成长的屋舍。红墙上紧贴着一株树干笔直的树木，这个画面若是稍微模糊化，不要让它如此真实呈现的话，其实还蛮像一幅商业设计作品，您说是吗？纵然乔木的生长速度不算太过缓慢，但当年要将其一分为二，想必也是经过一番思考与设计。毕竟从分支到现在的样子，应该也是经过多年岁月的累积与成长。窗前无半空寂寞，种株葡萄倚墙爬，红花绿叶立窗沿，静待结果满墙面。墙树艺术 Espalier 是一门古老且具魅力的植物造型艺术，通常都是用梨、苹果、柑橘、桃子、李子等果树来进行栽种，从幼苗细枝开始，一年年的疏枝修剪，让植物沿着墙边长成主人想要的形状。待大家望着美美的墙树艺术赞叹时，都是园艺者经过10数年辛苦栽培的成果。谁说一定要种粗枝大叶的乔木呢？红花绿叶爬上鹅黄墙面高高挂也是挺美的啊。矮矮的围篱内种植了一棵令人难以忽视的树木，粗壮的树干上长满了活力无穷的绿叶，红墙上点缀了些许童话装饰。这间充满浪漫氛围的房舍，竟然是存于世界遗产之的。青颓的石墙上仅有一扇破损的窗户，窗前小小的花台上，当年种植的西洋梨树如今却已结实累累。树上一棵棵丰收的感觉，强烈对比于墙面的荒芜。前往 Osixbuntoshta 这个位于北侧的路边，欣赏哈尔施塔特明信片完美视角晨光美景时，沿路请留意这面颇具艺术感的墙壁，更要注意不要踩着地上滚动的西洋梨。见到这棵树、这道墙面的当时，我曾经怀疑哈尔施塔特的阳光、雨水是否与我们的相同。世界遗产的自然环境与气候，难道真有过人之处吗？一间餐厅的门口，一株葡萄老树可以长成这样，能够这样细心栽培的人，其烹饪手艺与料理创意绝对不会坏到哪里去，促使人想要立刻进入店中开始点菜了。见到如此粗壮的树根，应该可以想象这棵植物的树龄了。古典的屋型搭配苍老的树形，让整个画面格外显得雍容华贵、典雅芬芳。偶有生长状况不甚太佳的情况，但这棵植物的现行状态，恰恰好搭配着木质阳台、镂空栏杆，看似增一分咸太艳，少一分过于朴素，这或许就是被称为浓鲜合度吧。红花绿叶藏于一只只废弃的高筒靴子里，一袋袋沙包又悬挂于绿色的栏杆上，这应该是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最佳典范与实践。对于连仙人掌都照顾不好的我们，实在很难想象要如何让一棵活生生的树木可以服服帖帖地生长在墙壁上。其实不过就是一棵树、2扇门，为何一株蛮普通的树木可以让一处百年宅邸变得生气勃勃，让原本颓废不堪的老屋重获新生呢？这或许就是世界遗产的智慧吧。若嫌弃直挺挺的乔木过于刚毅木讷，那就种一些木本的花草也可以啊。哈尔施塔特的居民们或许心里面想的念的就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墙面留白。哈尔施塔特西 Strasse 大街上最经典的一棵房前树，树干宛如一般路树的粗壮，但整棵树依然服服帖帖地沿着墙面生长。见此景象，除了感叹大自然的奥妙外，也仅能给屋主暗赞鼓励了。